室友总喜欢找我轻轻发泄压力，刚开始只是轻轻碰一下，后来他说压力大要亲得深入一点。他平时挺照顾我的，我吃点亏也没啥，甚至好几次我都主动问他要不要，直到他压力大到濒临崩溃，半夜摸上我的床，把我压在身下动弹不得，目光炯炯。你觉得我们还能再深入一点吗？昨晚半夜被晚归又浑身酒气的谢峰清醒，现在又起晚了。我打着哈欠刷牙，谁曾想一双大手紧紧固住了我的腰。我心虚的转头看他，怎么？谢峰痴迷的看着我的嘴巴，似乎酒还没醒。无奈我把漱口水吐掉，还没直起腰，就被谢峰堵在角落里狠狠咬上了。他一边咬还一边帮我擦去嘴角残留的泡沫，就这么心急，一点准备都不让我做。我耐心的拍拍他的背，试图安抚他。本来就是嘛，我又不会跑，又不用像自助餐一样一次吃回本，干嘛每次都亲得难解难分那样？两个大男人怪难看的。而且谁知道我嘴里的泡沫有没有吐干净？我这管牙膏是贪小便宜，抢拼西西的万人团购价，10块钱5支，淡淡的有股塑料味，不知道谢大少爷会不会恶心。我刚有点想退出，谢峰又一把把我抓回来，不管不顾的亲上了，他很不满意。别躲，昨晚陪客户通宵喝酒，好期待。行，我不躲。就这么被他抱在怀里亲了半个小时，直到同门尖叫着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赶紧回学校开组会，导师要发飙了，他才依依不舍地分开。谢峰舔嘴唇，似乎还在回味，掏出车钥匙，走，我送你。座位上有早餐，应该还热着，自己看着喜欢就吃。谢峰帮我把安全带系上，折纸后做一个鼓鼓囊囊的大袋子，豆浆、油条、馒头、肠粉、包子、面包、鸡蛋、玉米、牛奶等等应有尽有，实在丰盛。我默默数早餐的种类，不禁感叹谢大公子真是财大气粗，不仅人长得帅，还是个散财童子。这堆东西都够我吃3天了，可以把饭钱省下来。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。不要老想着省钱，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。一会儿我给你发个日结兼职，做1周够你半个学期生活费了，不要委屈自己。我眼泪汪汪地看着他，自从误打误撞跟他成为了室友，他对我挺照顾的，不是给我介绍兼职，就是带我出去旅游，无论我遇上什么难事，只要问他，他都愿意听，一起想办法解决。看着挺高冷，挺生人勿近的，但心很热。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看上跟我合租的这个破破烂烂的年代感危房，之前也有问过他，但他总是迷之一笑，问多了我也就不问了。可能是大少爷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吧。他对我的好，我一个穷学生实在无以为报，于是真诚地看着他，你压力还大吗？要不你再亲我2口。谢峰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有个小怪癖，喜欢用亲亲发泄压力。刚开始他不好意思跟我说，只能隔半小时就去洗一次冷水澡，实在不行就闷声捶墙，捶的手背都出血了。我可是他室友，不能眼睁睁看他伤害自己。那天我又着急又心疼，就没有别的发泄压力的办法了吗？他愣了愣，直勾勾盯着我的眼睛，沉默了会儿，说有的。什么？我能不能亲你一口，发泄一下啊？我鬼使神差的点了点头。当然第一次他也没怎么吃我豆腐，2片嘴唇只轻轻一碰就分开了，我还没反应过来就结束了。谢峰笑着说谢谢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就这儿让他一天亲10次都成，不反感也不讨厌，甚至心里有些酥酥麻麻的。没想到他当真了，3天2头找我亲亲，一次比一次亲的深入。这时正在等红绿灯的谢峰侧过头瞥我一眼，嘴边淡淡笑意。快到学校了，你先去开组会，今天我还有个应酬，晚上回来再说。得嘞，我满面春光的走进会议室，赶在导师到的前1秒悠悠坐下。幸好谢峰开车送我，比往日我自己搭公交快了半个小时，不然迟到了得被更年期的导师骂个狗血淋头。同门疑惑的看着我的嘴巴，林月，你嘴巴怎么10天半个月了还没好？要不去医院看看吧，这唇炎也太严重了。啊，是吗？我觉得还好，买点药膏涂涂就行了。我心虚的摸了摸嘴巴，下次得提前跟谢峰讲好，亲亲可以，但不许再咬了，再咬我就不知道找什么借口搪塞别人了。导师问我们论文进展，幸好我提前准备了。他简单看了2眼，很是满意。林月这论文写的不错，刚好我师弟那边有个学术会议，你们有空的都去参加一下，有经费报销。那我得跟谢峰请个假，他现在1天不亲，我不发泄下压力就睡不着。但愿他能撑到我回来。我给谢峰发消息，我下周要去隔壁市参加学术会议，能行吧？发出去才后知后觉，我这个语气好像谢峰真的没我不行一样。我有那么大能耐吗？我就是个小喽啰，研究生也是擦着分数线递补上来的。人家谢峰可是隔壁专业的高材生，家里有矿，不仅学业优秀，还自己创业开了个公司，才3个月就步上了正轨，盈利过100万。谢峰秒回不太行。我翘了个2郎腿，不然有些高兴，是怎么回事？同门扯扯我的袖子，也遇到公费出差看你乐得，大牙都收不回来了。西西，你等我几天，回来之后随便你亲。我下定决心，回来以后无论他怎么咬我，我都不反抗，也算是给他吃一颗定心丸。谢峰，去的人都有谁？2个同门，还有2年级的一个师兄。导师说他那篇论文写得很有水平，说不定能发个 C 刊，让我们多跟师兄取经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谢峰语气醋醋的。那你呢？你对师兄的印象如何？我挠挠头，不理解他这句话什么意思。师兄不就是师兄咯？只好老实回答，师兄一直对我们这2个师弟多有照拂，我的论文也是经过了他的指点，他人很好，指导起来不厌其烦。导师让我多跟他学习，争取毕业前拿个国奖回来。你知道的，国奖有2万，我还挺心动的。后面我还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夸师兄的话，肯定是我太烦人了。这回谢峰直到我回家也没再搭理我，睡前也没有晚安吻，怪不习惯的，失眠了。谢峰这2天对我怪冷淡的，我出门也没有来送我，我只好一个人去高铁站搭车。组里经费有限，导师和同门住一间，
师兄和我注意见。师兄很热心，看我魂不守舍的，主动提出帮我拎行李箱。拎到一半，谢峰凭空出现了，我错愕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他没有正眼看我，而是冷冷地看着师兄。主真，路过。师兄人心谢，一看情况不对，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溜了。那什么，我想去上个洗手间，我先回房间了。你们聊，你们自己聊。谢峰抬脚走了几步，人都要对到我脸上了，我身后就是墙，退无可退，只好扯着他的衣角小声地说：“这里走廊人多，你应该订了房间吧？要不我们去你房间？”他用拇指轻轻抹下我的下巴，没说话，仿佛什么也不在乎，什么也不害怕。我们就这么站在阳光底下，他比我高半个头，不说话的时候很有压迫感，何况他今天还穿了一身黑，真不知道哪里对不起他了。半晌，他才慢吞吞地说：“好啊。”我听出了一丝不祥的端倪。果然，刚关上门，谢峰就像头饿狼一样，迫不及待地掰过我的脸，狠狠吸了一大口。我整个人被他亲得直往后倒，又被他捞在怀里，稳稳地拖住。他的攻势很猛，有好几次我都觉得我要呼吸不过来了，他又故意放缓动作，让我深吸一大口新鲜空气后，又猛猛扑了上来，如此循环反复。看来他压力真的是很大，这次亲了1个小时都不带歇的。最后2个人精疲力尽地倒在床上，他的手还轻轻地放在我的下嘴唇上，弹来弹去，仿佛是他的玩具。我拿出手机一看，对，又被亲肿了。这回不跟别人解释，是摔到嘴了都说不过去。我要回去了，我气鼓鼓地说。上次明明答应了我不可以再咬了，他说话不算数。这个人很可恶，见我急着要走，反而一把将我拉进怀里，摸着我的头哈哈大笑。有什么好笑的？我不明白。还有你为什么对师兄那么有敌意？师兄人很好的。我在他怀里挣扎，他却将我抱得越来越紧。没笑什么？喂，一会儿就好，我再抱一会儿就放你走。有空可以跟你师兄，我们3个一起吃顿饭。不要，我想都没想，直接拒绝。反应过来后，一整个脸大爆红，紧急找了个蹩脚的借口，请我就请我，还请师兄干嘛？我一个人能吃2份，其实吧，吃饭还是2个人吃比较自在。他笑得更开怀了。行，你吃2份。谢峰让我住他的总统套房，我不乐意，这是瞧不起我们组里订的双人床吗？你别管，我就爱挤那双人间。他拿我没办法，只好往我手里塞了张门禁卡。事实证明他是很有先见之明的。他亲我减压，但越来越失控的亲密，真的是为了缓解压力吗？师兄打呼特别响，震天响，惊天动地的响。于是我半夜灰溜溜的来敲他的门，敲了半天没人开，我只好自己刷卡进来了。原来谢峰在洗澡，怪不得没听见我敲门。我在床上滚来滚去的等他，有点紧张，还喝了一大杯水。后知后觉的发现，谢峰这里只有1张床啊。要不今晚我睡沙发吧，可明天要上台演讲，睡沙发会不会睡得不太好，精神萎靡。还没跟自己商量出个结果，谢峰围着一条短短的浴巾擦着头发出来，擦头的水甩来甩去的，滴到他的腹肌上，顺流直下，直往那隐秘的地方去了。作为男人，我还是很知道那里的分量的。嘴好干，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努力让自己忍住不看他。谢峰看我进来了，倒是没有惊讶，他一边擦头发，一边抬起眼睛，笑眯眯地看我。他平时已经够帅了，现在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，更是帅得让人心神荡漾。过来，帮我吹头。脑子还没清醒，脚自己先动了。我接过他手里的吹风机，一边揉他的头发，一边给他吹头发。不知道他用的什么洗发露，好香，都快把我香迷糊了。有好几次不小心碰到他肩膀的皮肤，总有一种触电般的错觉。谢峰的浴巾系得松松垮垮的，有春光乍泄的风险。我不禁讲话有点磕巴，吹好了，我师兄打呼，我今晚睡沙发吧。4腿，走快点！他猛地站起来，抓住了我想要光速逃离的手。睡什么沙发？这床难道不够大？他疑惑地看着我，2米的大床实在够大，那我们2个男的睡一张床，多多少少有点不合适。我别扭扭的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他的表情正直得可怕，反倒显得心思龌龊的是我。我当然是不能输的，豁出去了，那你不介意就行。不介意。原本在床上我俩隔得楚河汉界那么远，但谢峰长吁短叹的说他工作压力大，学业压力大，负担重什么什么的，我忍不住越凑越近，倒正中了他下怀。他的手又不自觉地在摩挲我的嘴巴。明月，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很大，客户都特别难搞，父母和老师对我的期望都很重，所以什么？我也特别想帮他。我们能亲得深入一点吗？第2天起来腰酸背痛的，实在不比睡沙发好得多。幸好今天上午演讲完就可以自由活动了，可以好好补觉。昨晚谢峰说要亲得深入一点，我还以为他要干嘛，结果只是亲的范围变广了。虽然压力大的是他，但好像被服务的是我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甚至有些乐在其中。我能理解他，大家生活都不容易，都压力大，偶尔脑子抽风想干点坏事还是可以接受的。我对他人品放心，所以他亲我，我也放心。只要不是什么违背道德法律的行为想法，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。碰下嘴就碰下嘴，碰下身体就碰下身体，反正明早起来太阳照样升起，我反正不吃亏。只有一个要求，想求他下次不要亲太久了。我打着哈欠就说我困了，他非要把我亲醒，说我不认真对待，把我气笑了。没办法，只好睁着眼睛陪他熬到了下半夜。他不知道我是硬生生忍住生理冲动的。他从小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，可别吓着他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感觉当时他眼底红红的，越亲越起劲。当然也有可能是当时几乎把灯都关完了，只有薄纱窗帘从外面照进来一点点微光，我勉强能看清他的脸。谢峰这个人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，亲我的时候也认真，亲得一脸虔诚，仿佛在他身下的是什么稀世独有的珍宝。会议结束了，还评了个奖，评委说我写的不错，考虑让我在某某期刊上发表。导师高兴坏了，因为除了我，师兄也拿奖了。
好好，你们都是我的得意门生，今晚吃庆功宴。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谢峰，他那边应该是在开会，半个小时后才回我一句恭喜。怎么这么冷淡，吃干抹净了，自己还不开心了？我可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。算了算了，我安慰自己，指不定在哪里受着客户的气呢。我让他算了，我大方，我不计较，我原谅他。庆功宴喝得有点多，被师兄搀扶回了房间，迷迷糊糊的睡了一会，感觉有人在解我身上的扣子，我有点不耐烦，别人碰我，挥手给打断了，别碰我。对方好像有点无奈，衣服都脏了，行吧，你就这样睡吧。过了一会儿，感觉手机在震动，揉揉眼睛一看，谢峰给我打了10几个未接电话，我的酒一下子就醒了。在哪里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回房间没有看到你，你今晚不在这睡吗？是回学校了，还是跟你师兄一起？我回来了，你在吗？我慌慌张张的扣好扣子，往电梯跑去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在角落里面表情浮夸的师兄。砰砰砰，敲了敲门，我才意识到我是有门禁卡的。唰的一下，我还没开门，里面倒先扭开了。谢峰穿着厚实的浴袍，面无表情的看着我。你还知道回来？怎么有种怨妇等久了训媳妇的感觉？我挠挠头，有些不好意思，酒喝多了，睡懵了。他小叹了口气，把门打开了一点。进来吧。我低着头进去了，丝毫没有意外，一进去就被他摁到了床上，一边给我喂解酒药，一边慢条斯理的解我的扣子。你知道的。他目光炯炯，压力大是吧？闭着眼睛我都能想象出他的表情。他点点头，我无奈的帮他把我的扣子解开。我们彼此都对流程很熟悉了，一句废话都没有，直奔主题。有时候我都怀疑谢峰为了亲到我，每天都在做功课。昨晚是洗发水好闻，今晚是沐浴露好闻，总之他整个人都香香的。我被他亲的也飘飘欲仙，他不对劲，我也很不对劲。自从上次应谢峰的要求亲得深入一点后，他这个人是越来越过分了，在家里动不动就掐着我的腰，要来个法式深吻，一路向下，浑身上下哪里都没放过。更可恶的是我竟然习惯，甚至能一边自如地炒2个菜，一边坦然地回应他的亲亲，而且似乎也被他感染了这种怪癖。一被更年期的导师揪着骂，脑海里就浮现他沉默闭眼吻我的样子，就迫不及待想和他亲亲。原来接吻还有这种妙处，是我落伍了。明明在图书馆正敲着键盘码着论文，我鬼使神差的开始在文献搜索那一栏输入接吻2个字，意外搜到了一篇比较权威的文献。研究表明，亲吻有利于身心健康，有助于提高血清素的水平，提高人们对快乐幸福的神经感知能力，有利于调节稳定情绪。我的心砰砰跳了2下，给谢峰发信息，你现在在家吗？我想见你。对方默默地打了个问号，我没来由的闹了点脾气，你就说你在不在家吧。他回得很快，10分钟到。我忐忑地收起电脑往家里赶，公交车过去要40分钟左右。当初为了多做兼职，只好搬出来住。选中那个小房子，一是因为它便宜，二还是因为它便宜。但就算很便宜，但每个月几百块的房租，我还是有些略有压力。于是把朝向好的主卧挂出去，招合租事业。没过多久，谢峰就私聊问我多少钱。我有些惊讶，我们有过几面之缘，从衣着上看他并不像缺钱的人。谁知他只进来走了2圈，立马付了1年房租。我跟他解释了，这个是押1付1的，他也不听，只说房租放我这存着就行。我那时资金周转困难，因为这笔钱帮我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期。回到家，背上已经出了一层汗。谢峰给我递了杯水。急什么？慢慢来就行。说吧，你找我什么事？他的嘴一开一合的，我耳朵里听不到别的声音，只想狠狠咬破他。我现在压力大，想亲你。听了话，谢峰直接愣住了。哥平时都是他主动亲我，我半推半就，偶尔几次看不下去才主动问他。沉默2秒，他反应过来了，朝我走过来，但我的动作更快，踮起脚再把他拉下来一点，亲到了。可瞬间主动权就回到了谢峰手上，他闭着眼，不知厌足地吞掉我肺中的空气，沉溺再沉溺。我们像2尾在水中交缠的鱼。很久很久，我听到他问我，你觉得我们还能再深入一点吗？他试探着动作。对不起，我很没用的逃开了，只留下谢峰一个人蹲在原地，嘴上还有我残存的温度。在我开门的前1秒，他哑着嗓子，是我让你不舒服了吗？我绝望地摇了摇头，不是我的错，本来已经忘记了，在谢峰碰到我的那一刹那，我却还是不争气的什么都想起来了。一些黑暗的粘稠的罪恶的记忆碎片，一点点在我脑海里面拼凑出来。当室友问出你觉得我们还能再深入一点吗？我为什么逃开了，甚至想起了黑暗的过去。一个暴雨的夜，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人闯进了我幼时的梦魇中。他激动兴奋，像期待一场即将来临的狂欢。家里没有人，爸爸妈妈离婚了，没人愿意要我，把我丢在老家。爷爷奶奶去隔壁村喝喜酒了，还没回来，我自己一个人守着老房子。那把锁落了20多年的斑驳早就摇摇欲坠，被那个男人轻轻一碰，锁就被砸开了。他掀开了我小小的被子，撕碎了我遮体的衣服和自尊。谢尔爷爷回来的早，一喊我名字，一切得以戛然终止。但很多事情早已不复从前，也不是没想过要求助于父母，但我们家是村里面出了名的穷，没有后台，没人给撑腰，又没有证据，根本不会有人信。更何况我是早已被父母遗弃了的孩子，也不配。自那个雨夜后，时不时睡觉我就要被惊醒，为了保证安全，甚至会买很多把新锁。我的这种反常行为让我很久没有交到朋友，一个人孤独的在岁月里面游荡了很久。为了不吓到舍友，也是选择搬出来的原因之一。可谢峰就像一个意外闯进我的生活，我的世界突然一点点变得明亮起来，各个角落点起了一盏盏的灯，在我的心海飘扬。我的心脏一点一点被捂热，生出了试探的爪牙。其实我自己也不是没有察觉到，我对他的态度早已经不是对待朋友的态度了。我想要得到的更多，却也害怕会失去的更多。我并没有什么能给他的，不是吗？那些对于我来说遥不可及的事情，
在他手里就跟每天吃饭喝水一样简单。即使是我也有一点点察觉，他可能也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，但我始终不敢确认他对我的心意，只好骗自己说，谢大少爷也许就是有这么个爱亲亲的癖好，只不过对象是我，我走了狗屎运，说不定是其他人也能走这种狗屎运，万一戳破了那层纸，对我们两人都没有好处。想了想，我还会失去一个绝佳的合租舍友，何必呢？就维持现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也行，从未得到过又何谈失去呢？也许这种距离刚刚好。抱着这种想法，我试着用平常的心态跟他交流。老师让我来老家附近参加个学术会议，这几天不用给我留门了。谢峰问的直接，地址一秒戳破了我的心房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什么也没想，就直接把地址给他了。后知后觉的，我才想捶自己一拳，我干嘛把我老家的地址给他？万一他知道了怎么办？顿时我有点慌张，马上又镇定下来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上午做完学术报告后，下午就可以自由活动了。我还没走出学校的大门，谢峰早就在校门口等着我了。这一次他直接牵起了我的手，狂奔，我们像风一样自由。我竟然没有拒绝，也不想拒绝。去哪里？他牵着我走了很远的路，头也不回地说，去警局报案。我满脸问号，报什么？他停住，回头，面目严肃地看我。你还要委屈自己到什么时候？不会吧，他现在就知道了？自卑，想逃。谢峰冷笑，双手抱胸。自从我打算拿下你开始，我就把你的底细调查得一清二楚。没听到底细两个字，光听到拿下我3个字了。谢峰有些生气。我以为你会想要求助我，可是你什么也没有说。我以为是我没有让你感觉到的安全，那我就一点点建立你对我的信任。可是你还是没有开口，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？我低着头，2个食指在打架。可是就算现在把他抓进去，也什么证据都没有，不是吗？没有人会相信的，也没有人会为了一桩陈年旧案费心费力。谢峰突然捧起我的脸，你以为受害者只有你一个吗？难道说？我瞪大眼睛。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样。坏人怎么可能只做一次坏事呢？在你这里没有得手之后，他又频繁作案了好多起。受害者因为羞耻都忍住不去报警，但这不会让犯罪停止，只会让犯罪频繁上演。我通过一些途径已经收集到了一些证据，也多亏了那些勇于在网上发声的人。即使现在已经没有他当初猥亵你的证据了，但是你的口供对于整个案子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。谢峰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，你不想亲手把他送进去吗？我脱口而出，想，我做梦都想。这些年我一直像是被困在一个壳子里，别人进不来，我也出不去。谢峰说的对，只有把犯人亲手送进监狱，让他们终于能尝到自己种下的恶果，才能对那段日子释怀，放过自己。于是我走进警察局，把一切我所还记得的细节通通说了出来。谢峰一直在旁边默默眼神鼓励我。当最后一个字从我喉咙里面蹦出来，我感觉到我所积压了多年的怨气才终于消散。警察让我在报案笔录上签字后，我突然觉得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缓缓落地，我再也不用在每一个黑漆漆的夜里提心吊胆了。很快那个人就被抓了，因为情节过于严重，数罪并罚。那个人被判了有期徒刑15年。太轻了，还是太轻了。我摇摇头。谢峰把手放在我肩膀上，安慰，好歹他已经付出代价了，我们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。谢谢你。我发自内心的说。他还有点不好意思。走，回家吃饭。好，回家吃饭。我们回家。吃过饭后，谢峰主动提出要玩个游戏，输的一方要答应赢的人一个要求。他看起来很想赢，所以我放水了。你想要什么？手机拿来。谢峰朝我伸手，我听话的递出去，眼睁睁着看他一顿操作，往我手机里面下了个定位软件。他得意洋洋，这下好了，以后无论你去哪，我都能知道你在哪儿。我歪歪头，嚷嚷着不公平，我也要给你装一个。他倒是大度，直接就给我递上了他的手机。密码是128。我的心跳得很快，他说的是我的生日。说完密码，眼前蓦地跳进来一张熟悉的脸，我忍不住瞅了他几眼。他大大方方的让我看，好像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地方。想到了什么，我按了关机键，手机瞬间黑屏又亮屏。原来如此，屏保是我，桌面是我，点开我俩的聊天记录，背景也是我。而且他拍的这张照片还很糊，以一种我从未设想过的角度拍到了我的背影和侧脸。说吧，你是不是对我蓄谋已久？我拖着下巴津津有味地问他。这张照片我完全想不起来你是在哪拍的。谢峰一点也不尴尬，甚至有些颇为得意。怎么样，我的拍照技术不错吧？原来是我们研究生复试那一天，当天面试老师就宣布了结果，我擦线选上了，很是开心，一路上蹦蹦跳跳的。他觉得可爱，偷偷摸摸跟踪我，在后面拍下了这张照片。那是我人生少有的肆意时间。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。说着说着，他将我扑倒在床上，浅浅亲了2口。上次被你打断了，我挫败了很久，以为是自己哪里让你不满意了。他一路顺着往下，这回你可再也不许跑了。我眯着眼坦然接受他的亲吻。不跑，跑的人是小狗。其实我也有个怪癖。谢峰来了兴趣，说来听听。趁他不备，我摸到他的后腰掐了一把，他的腰肢瞬间松软，故意瘫在我身上。我跟你学坏了，我压力大的时候也想亲亲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算是互惠互利，对吧？你占了我那么久的便宜，我也要亲回来。谢峰好看狭长的眼睛里面全是小小的我。他抬了抬我的下巴，揪了一口。我很乐意。虽然过程有点艰苦卓绝，但他实在够温柔细致，我被他哄得没脾气，顺着他的心意来了一次又一次，甚至作茧自缚，玩起了头圈游戏，做了一个又一个高难度动作。没办法，宠着吧，我乐意宠着。我们进入了热恋期，但凡分开几分钟也要热烈的亲回来。一天，我们各自的导师都让我们送同一份文件，办公楼楼梯拐角遇到，趁着没有人，又偷偷在角落里亲上了。
后来不知怎么的，用亲亲发泄压力的方法被传了出去。我那熬出2个黑眼圈的同门，跟他室友亲的难解难分。师兄也因为苦苦寻找一个 idea 不得，转而投向了朋友的怀抱。他们纷纷夸赞我和谢峰，说我们真是找到了个缓解压力的好方法。我和谢峰面面相觑，有点破防，又有点好笑。什么用亲亲发泄压力，都是伪直男的谎言罢了。喜欢人的心思，喜欢的路人皆知，昭然若揭，唯恐此地无银300两。谢峰一副受尽委屈的表情，朝我撒娇。这下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你和你师兄住同一间房了吧？我摸摸下巴，若有所思，不就是怕你被别人挖墙脚了？护食护的那个紧呐，我到哪里你跟到哪里，跟个跟屁虫似的。他有点没面子，只好挠我的痒痒。还说不说了？还说不说了？我痒得直流眼泪，忙求饶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。趁他不备，我捧住他的脸，把他轻轻压在身下。我就喜欢你护着我。谢峰答应的也很干脆，这很容易的。